秦轩出轨了，一夜情，女孩怀孕，闹到我面前，要秦轩负责。秦轩抽了一根烟，把选择的权利给了我，就一次，如果你能原谅，我们就好好过，如果不行，就离婚。我脸色苍白，颤声问，是你的错，对吗？如果我们离婚，你会承认是你的错，对吧？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和秦轩的婚姻是捡我妹不要的。宋娇活泼开朗又刁蛮任性，不愿意被所谓的家族联姻困住一辈子，于是她拿着一张2000万的卡跑了。我妈心疼小女儿，又舍不得秦轩这样的好女婿，就把我推了出去，一副好像只要是她宋家的女儿，秦轩就会娶一样。秦轩是谁？皇城脚下掉一块牌匾就能砸一排祖宗，他是里面最大的。宋娇逃婚已经落了他的面子，还让我娶我，白日做梦呢吧。但我还是去见了他一次，毛遂自荐，他就真的答应了下来。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4年，外人面前我们是模范夫妻，但私底下我们相敬如宾，即使上床都保持着最基本的礼仪。我妈一直在催我，说我该有个孩子了，又念叨我没用，说这样下去拴不住秦轩，让他跑了怎么办？我想说，秦轩又不是狗，我倒是想拴，他能给，但我不会说，我只会唯唯诺诺一个劲的点头。我妈最看不得我这个样子，翻了个白眼，扭着腰扬长而去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真的怀孕了。例假推迟了1、2、3，好像4周。昨晚我买了根验孕棒，显示2道杠。今天我去了医院，验了血，医生拿着报告单，孕9周。这个宝宝你是要还是不要？要的吧？我有些迟疑。秦轩还不知道，这个孩子也在我们的计划之外，我得去问问他。于是拿着报告单，我直接去了他公司。我到的时候，秦轩正在开会，助理把我引到办公室，倒了咖啡，端了甜点，让我等一会儿。我端起杯子刚想喝，怀孕了能喝咖啡吗？不知道，查一下。可以喝，那没问题。我浅抿了一口，满足的喟叹。这口气刚叹了一半，外面突然传来嘈杂的争论声，还伴随着女人的尖叫。我推开门，和被人拦着的女人四目相对。她长红着眼大吼，让秦轩出来。他搞大了别人的肚子，不用负责的吗？好大的声音，好大的阵仗，好多人，好丢脸。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只想说，这件事与我无关啊。还好秦轩及时出现，他冷着脸穿过人群，看到了扒在门缝的我，那只骨节分明的大手遮住了我的眼睛。我下意识地往后缩，他手一动，合上了门。我眨了眨眼，不是，我丈夫出轨了，搞大了别人的肚子，现在正主找上门，完全不用我参与的吗？秦轩表示，也不是完全不用。他斥退了众人，和那个女人耳语了2句，推开门，把人带到了我面前。看着他云淡风轻、镇定自若的样子，我可真想鼓掌。出轨能出到像他这样理直气壮，大概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女人很酷，穿着简单的运动装，扎着高马尾，戴着棒球帽，往那儿一坐，二郎腿一翘，满身都写着我不好惹。
但她又着实漂亮，精致的五官，冷艳的眉眼，光这长相就让人讨厌不起来。只可惜长了张嘴。这就是你老婆？离婚吧，我怀孕了，你要对我负责。我撇撇嘴，那我也怀孕了，谁对我负责？按理说，我一个原配肯定要比他一个小三更有优势，可当婚姻成为战场，越不道德的反而越理直气壮。哎，我叹了口气，抓起块小饼干就吃，奶香奶香的，还不甜腻，不错。你吃吗？女人一脸嫌弃，指着我，她疯了吗？秦轩难得的终于皱起了眉，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拽进了休息室。他闷声抽完一根烟，就一次，我误喝了助兴的酒，意外和他发生了关系。宋妍，他抬起眼看我，目光格外认真，说：错在我，你来做决定。如果你能原谅，我们就好好过；如果不行，就离婚。离婚两个字突然出现，让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，接着迅猛加速。我不受控制地掐着自己的虎口。是你的错，对吗？如果我们离婚，你会承认是你的错，对吧？秦轩认真地看着我，他长得好看，比我见过的其他人都要好看。我很喜欢看他，尤其在床上，自下而上，看着他迷离的眼眸，听着他性感的喘息，这一切总能让我忘乎所以，体会极致的快乐。离婚，挺可惜的，但离婚也不是不可以。所以，你的选择是离婚？我点点头，指了指外面，都这样了，不离也不成啊。只是我妈那儿，你会承认是你的错，对吧？我再次确认。秦轩的表情却淡了下来，那样陌生疏离的眼眸挺让人难受的。但我最擅长处理心里的难受。深吸一口气，吐出去就好了。秦轩站起身，掸了掸衣服上不存在的脏东西，平静地说：放心，我会处理好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离婚的话，其他的我都可以不要，我只要晨光制药。可以，但如果你方便的话，给我一栋别墅也行。好，那我能再要3个亿吗？秦轩回眸，盯着我，什么都想要，还离婚？不离婚，都是你的。我避开他的目光，低下头，左脚踩右脚。这话说的，那你别出轨啊，不出轨就不用离婚，不离婚，老婆孩子都是你的。不对，出了轨，离了婚，他照样有老婆孩子。靠，果然商人逐利，算得明明白白。女人被秦轩打发走了，他们说了什么？他又许诺了她什么？我全都不知道。等我从休息室出来，女人已经离开了。好吃的甜点一块莫剩，我看了又看，离开的时候还是默忍住抓住了助理。刚才的小饼干，能帮我打包点吗？谢助理欲言又止，一言难尽。身后秦轩一声冷笑，给他打。这次的事闹得太大了。傍晚的时候，我妈就打来了电话。第一个，我没接；第二个，我依旧没接；第三个，我盯着手机看了半晌，把它扔进了水池里。终于，我松了口气，同时我也思考明白了一个问题：我要把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，这个孩子，我会提供给他1半的染色体，他会靠我的血肉滋养，从我身体里出来，成长为一个新的生命体。他和我血脉相连，那是我的挚爱亲朋啊！我有什么理由不生下他？对，我要生下他。这个决定让我兴奋了起来。我开了酒柜里那瓶40万的红酒。怀孕能喝酒吗？不能。不，适量。所以 ，Cheers。8点，我妈杀了过来，砰砰的砸门声。
那是要被举报的程度。可是没办法，我住独栋别墅，我戴上耳机，把音响声开到最大，却还是隐隐约约能听到他的叫骂。听不真切，但大概也能猜到，无非就是宋妍无用论以及宋妍存活的意义论，毫无创新，毫无特色，却依旧是我不想听到的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声音好像没了，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的房门好像开了。秦轩摘下我的耳机，一手拿着我报废的手机，一手拿着新手机，面无表情，冷声冷语：自己插卡，实验室联系不上你，打到了我这儿，赶紧给他们回电话。我仰起头看他，秦轩，你没认错。什么？明明是你出轨才导致我们离婚，我妈还是来找我麻烦了。秦轩看着我，深吸一口气，知道了，我会处理。秦轩处理得很不好，我要给他差评了。我妈冲到了公司，被保安拦了下来。当时我刚从实验室出来，熬了一宿，样本的反应并不乐观，几个研究人员都有些泄气、沮丧。秦轩说在这个时候应该给他们鼓励，给他们希望，动员他们。可他们也是人，泄气、沮丧很正常。选择了这一行，他们就拥有失败千百次依旧从头再来的勇气，这是最让我着迷的。可是秘书说，我的母上大人来了，指名道姓要限我，见不住他誓不甘休。可事实是，我如果不愿意，他还真就见不着我。我从专用电梯下去，上了车，狗狗碎碎准备离开，我妈突然闪现，就站在我车前，目光狠厉地瞪着我。没办法，我不得不请她喝了杯咖啡。同时我在心里掰着手指头算着，我们母女已经有372天没有见面了，本来可以创造一个新纪录，现在功亏一篑，真是可惜。你要跟秦轩离婚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我妈灵针起手，快的人毫无防备，接着连续输出：你是没有脑子吗？这世上就你宋妍比别人高贵，哪个男人不出轨？哪个男人清清白白？就你与众不同，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小事就嚷嚷着要离婚，你不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男人出轨怪谁？是你自己守不住，管不住。我早就说了，光脑子好使有什么用？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，不识时务，没有眼力线儿，死脑筋。外人还总说我偏疼娇娇，你但凡有娇娇一半懂事一半贴心，你还是会偏心。我打断他，并将他的话补充完整。我妈噎住，瞪着我失声尖叫：宋妍，你非要跟我唱反调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是困了，我想睡觉。我怀孕了，我肚子里的受精卵还要发育。站起身，我想要离开，我妈却仿佛被人触碰了逆鳞，一把拉住我，目光凶狠，像小时候无数次那样，扬起了巴掌。那一瞬间我是惶恐的，我可以躲开她，我可以拦住她，我甚至可以反击她，可我的神经却仿佛被阻断，做不出任何反应，只能僵立，呆呆的，像一具木偶，连呼吸都停滞了。妈！一声清脆悦耳的呼唤，我妈猛地顿住，惊喜地转过头，只见门口站着个娇俏的女孩，即使呼吸带着喘，嘴角扬起的笑意依旧是完美的。娇娇，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怎么没告诉妈妈？宋娇小跑着过来，挤进我和他妈中间，她挽着他妈的胳膊，摇晃着撒娇：我想给您一个惊喜吗？妈妈，我好想你啊。他妈被哄得眼角都起了褶子，我微微地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退，给足了他们母慈子孝的发挥空间，直到我撞上了一堵墙，一堵温热的墙。娇娇，你怎么过来的？谁去接的你？
秦轩哥啊！母女俩同时看向我，身后的秦轩，他撑住我的背，低声问：没事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你是什么时候跟你的前未婚妻重新勾搭上的？秦轩目光一沉，目前他依旧是我的小姨子。哦，那你是怎么跟你的小姨子勾搭上的？这话他不爱听，因为我看见了他的咬肌，当然还有人不爱看。宋娇嘟着嘴，一脸的不高兴，挤进了我和他姐夫之间。秦轩哥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叫你，你都不理我。他挽着他姐夫，就像他挽着他妈一样自然。他妈目光狐疑，在他们两人之间流转。娇娇，你们……宋娇位于脸鲜红，她娇蛮的跺脚。妈，你别瞎说，我和秦轩哥，我们就是……哎呀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烦死了。欲语还休，欲拒还迎，这表现就很宋娇。他妈恍然大悟，嘴角上扬，眼尾的褶子更深了。好好好，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。秦轩啊，你陪着娇娇，我们一起回家吃饭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忙，只有秦轩还能抽空多看我一眼，但最终他还是顺从地被宋娇拉走了。而我这个妹妹，从出现到离开，莫看我一眼。宋娇回来了，事情一下子就变得顺利了起来。傍晚，我妈抽空给我发了个消息，这婚你要是非离不可就赶紧离，不过既然是你要离的，那你净身出户，别贪心不足，什么都想要，我们家可丢不起这个人。10点，秦轩来了公司，带了宵夜，大家一起开了个短会。离开的时候我叫住他，离婚协议书在起草了吗？晨光制药，这个保底能给到我吧？你就没有其他想问的？还真有，你要降级成我的妹夫了吗？一夜情的孩子妈怎么办？秦轩笑了，冷笑出声，怎么？离婚了还关心谁接你的位？我撇撇嘴，他还火了，只是提醒你，如果宋娇动了和你在一起的心思，保护好那个孩子妈。宋娇他妈丧心病狂起来，连宋娇本人都怕。见他不说话，我转身要走，却被他叫住。宋妍，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，他有名字，叫江西，长江的江，溪水的溪。哦，我没想到，前脚知道了江西的名字，后脚就能碰上他。确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后，我去医院见了当，进一步做了更详细的检查。从医院出来就接到了师姐的电话，你妈绑架了个人过来流产，你知道吗？她是要赌伤我的职业生涯啊！一个人能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这个程度，罔顾他人的意愿，罔顾他人的人权。宋家投资了那家私立医院，他便觉得自己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利。我没犹豫，报了警，同时给秦轩打过去电话，无人接听。思索了2秒，我调转方向驶了过去。我到的时候场面非常混乱，2拨人，一波拦着宋娇他妈，一波拦着江西。不要脸的玩意儿，当小三，破坏我女儿的家庭，还怀了私生子。你妈没教过你当个人，今天我来教教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对我大呼小叫。我告诉你，我还真害怕，我小时候被狗咬过。你骂谁是狗？骂你啊，老太婆，有本事你到我面前来，我还能打你。哈，你勾引男人你还有理了，这么有本事，怎么不脱光了去大街上给所有人看？怎么？你是做过？这么有经验？宋娇他妈气势汹汹，江西也毫不逊色，要不是有人拦着，他能飞出去。直到远景来了，宋家掌门人，宋娇那日理万机的爸也来了。
远景在调解，宋娇他妈和江西还在枪声。宋娇他爸雷厉风行，一巴掌甩在了宋娇他妈脸上。闭嘴，还嫌不够丢人。一瞬间，宋娇他妈噤声了，安静得像个小鸡崽子。她看向江西，江小姐，我为这次的事向你道歉，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，只希望你能息事宁人。我相信，我们都不希望把这件事情闹大。江西发丝凌乱，有些狼狈，他冷笑一声，息事宁人，不可能，我要报警，我要告他，我要……啪，又是一个巴掌，落在了宋娇他妈的另一边脸上。这样呢？可以了吗？如果不够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尤其是江西，嘴唇紧抿，脸色难看得厉害。而人群外的我，原本抬起的脚步颤抖着落了下去，垂在身侧的手也猛地握紧。一巴掌，够吗？又一巴掌，这样够不够？我妈揪着我的头发，把我推到那个小孩和他家长面前。如果你们觉得不解气，这样呢？又是一巴掌，是那个小孩，他扯烂了我的试卷。我推了他一把，他摔倒了，哭着说我打他。我妈来了，抬手就打了我一巴掌。问别人，够不够？疼吗？不记得了，只感觉一阵眩晕，一股温热的潮湿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失禁了。小时候总是不明白，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喜欢我。我考第1名，我学什么都快，老师表扬我，认识的大人都夸赞我，只有我父母，爸爸好像永远看不见我，妈妈目光冷冷。考第1名又怎么了？你是来跟我炫耀的吗？滚滚滚，看见你就烦。我的好得不到任何表扬，但我的不好却会被无限放大。它就像一个拿着放大镜的质检员，但凡我有任何疏漏，那就是一场他针对我的狂欢。我躺在地毯上，漫无目的地想着。宋娇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，出现在我上方，低着头看我。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了吗？我还给你打了电话，你都没理我。宋妍，你很过分。我闭上眼，翻了个身，他却自顾自在我身边躺下。爸回家后，严肃地警告了妈，说如果失去秦轩这个女婿，就把宋恒接回家。宋恒，宋娇他爸的私生子，比我大2岁。妈发了疯，砸了家里所有的东西，让我一定要嫁给秦轩。他有些不耐烦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离婚？不想理他，爬起来准备上楼，他却拉住我，陪我下棋。这下我实在忍不住了。你下什么？五指棋？臭棋篓子。宋娇却眉眼弯弯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我们一共下了2局，每局时长40分钟往上走，每一步他都要琢磨1到2分钟。终于，第2局还未过半，我成功地睡住了。宋娇很快就发现了，拿着手在我面前晃了晃，蹑手蹑脚找来一床毯子，小心翼翼地盖在了我身上，又猫着腰，提着鞋子，缓缓离开，合上门，留下一室静谧。宋娇问了个好问题，我和秦轩到底什么时候离婚？他出差了几天，今天刚回来，下了飞机就去了公司。得到消息后，我第一时间赶了过去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谢助理尴尬地拦住我，宋博士，总裁办公室里有人。谁？江西。江小姐。哦，大概是受了委屈来找秦轩秋后算账的。那能怎么办？等着呗。我等了13分钟，没有等到秦轩，等到了宋娇和他妈。那一瞬间，谢助理的脊背都绷紧了，我不禁有些可怜他。3拨人，3拨女人，全是来催他们家总裁离婚的。宋娇他妈看到我的第一时间就皱起了眉，
你来干石磨？他的脸还有些微肿，再多的脂粉也掩盖不住。我移开目光，离婚啊！他轻哼了一声，拉着宋娇在我面前坐下。宋娇玩着手机，不问世事。他低声说，婚是你自己要离的。再说了，秦轩本来一开始就是娇娇的未婚夫，你不过是帮娇娇占着位置，而且都怪你。要是你能管好秦轩，怎么会出现小三、私生子这档子事？宋妍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吐出，算了，我宁愿面对小三。就这样，我起身，迎着谢助理错愕的目光，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。身后，他拦住宋娇他妈，宋夫人，您真的不能进，门外是修罗场，门内也不遑多让。江西揪着秦轩的衣领，整个人几乎压在他身上。秦轩靠着墙，眼中压着火，眼尾却泛着红，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燥的。我猛地停住脚步，他们一个回头一个抬眼，同时看向我，目光非常之凶狠。果然，这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所。江西冷着脸，松开了秦轩，捡起地上的帽子戴在了头上。一群疯子，他咬牙切齿。我摸了摸鼻子，突然想起外面还有更疯的，刚想提醒，他已经拉开了门，然后就是一声怒吼，滚，别惹我。嘶！我冲秦轩竖了竖大拇指，不错，很有气场。秦轩也是冷着脸，松了松领带，问，你来干石磨？我看着秦轩，他明显在生气，收敛了轻快的表情。我问，离婚协议书起草好了吗？秦轩手上的动作放缓。宋妍，如果我没有出轨，你还会跟我离婚吗？这话问得莫名其妙，我却沉默了。秦轩短促一笑，我就知道。他点点头，你放心，明天之前，离婚协议书会发到你邮箱。反正，我也没有很喜欢你。最后一句话他说得很轻，我听得并不真切，但看他不愿意多言的样子，我也没有追问。秦轩说到做到。当天下午5点，我收到了离婚协议书。财产分割上，他给的比我想象的要多。逐条看完，我在最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也是在这一天，我接到了宋恒的电话，他说他要收尾了，问我做好准备没有。8岁那年，宋恒的母亲去世，他像一只小兽，冲出来，咬住宋远山的胳膊。自此，他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，也是他的出现，导致宋远山和林叔更加讨厌我，因为我没有哭。爸爸受伤了，我很冷漠，但是宋娇不一样。那年他5岁，抱着宋远山的胳膊，呜呜直哭，给爸爸呼呼，问爸爸疼不疼。他出轨啊，还有了私生子。我为石磨要哭，他摇摇头，白眼狼，养不熟。林叔提着我的耳朵，把我扔进雨里，白养了你，哭都不会吗？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宋恒也在雨里，我们同淋了一场雨，但我讨厌他就像他讨厌我。宋远山没有接他回来，但会每个月给他抚养费。他接了，他在宋远山那儿唯一的优势是他的性别，但他没有进宋远山的公司，他也喂不熟，所以宋远山没有向外公开他。后来我跟秦轩结婚，进了晨光制药。第1年，我给宋恒砸了第1笔钱。他问我想要什么，我说是权。那对夫妻创造了3个人，却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当人，只是物件，是东西，他们可以随意揉捏处置。是什么让他们这样肆无忌惮有恃无恐的？是他们的权利、财富和地位。我想做个实验，如果剥夺了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
是否就剥夺了他们对3个孩子的处置权？做吧，我什么都不用准备，我只是个看客。9月8日，周一，天朗气清，汇丰合唱。我和秦轩相约去了民政局，因为没有任何意义。整个过程进展得很快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我们拿到了离婚证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我突兀地开口：我怀孕了。秦轩有片刻的茫然，他的头仿佛卡壳了一般，僵硬地转过来。你说什么？我怀孕了。秦轩这下连呼吸都停滞了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眼中汹涌的是我辨不清楚的情绪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现在告诉我？不告诉你，是不想增添无谓的纠缠。现在告诉你，是你迟早会知道。这件事上我私心满满，没有为任何人考虑。从小林叔就告诉我，要做好的事情，对谁好？对他好，对宋远山好，对宋娇好，对其他任何人好。至于我自己，不需要考虑。曾经无数次，我想突破这个桎梏，却又被困在这个桎梏里。发现自己怀孕，发现江西也怀了孕，我应该打掉孩子。秦轩终究会结婚，我的孩子和他有割不断的血脉链接，这会招致数不清的麻烦。可我就是想把他生下来，我的孩子，我一个人的孩子。秦轩，你可以来看他，但你不可以从我身边抢走他。宋娇又跑了，在确定我已经离婚，他就给自己订好了机票。钱带够了吗？够的，多带一点，以后就没有了。宋娇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，沉默了下来。对于那对夫妻，他的感情是最复杂的，他接受了来自他们最多的爱。一开始你会以为那是爱，是宠爱，后来你发现是溺爱，再后来，舔舐掉了外面的糖衣，却发现里面包裹的是毒药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懂，我没有你们聪明，我什么都学不好，钢琴学不好，绘画学不好，舞蹈学不好，下棋也学不好，就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吧。其实，我确实也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抱了我，说：姐，再见。我微怔，垂着的手动了动。其实我知道，这是个过于善良、柔软的孩子。小时候学钢琴，他学我就得陪着。他还没入门，我已经全部会弹。他沮丧地落泪。林叔就拿着藤条打了我的手板心，是让你陪着妹妹，不是让你跟妹妹炫耀，争强好胜。你的嫉妒心怎么这么强？我的手被打得肿了起来，连筷子也拿不起。林叔见状，拿起筷子就甩在我脸上，不吃就滚，还学会给我摆脸色了。我的脸火辣辣的疼，嘴里满是铁锈味，张口就吐出一口血水。当晚，宋娇摸进我房间，塞给我一块糖，说：姐姐，你吃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扔了糖，推开她，她就又哭了。但她捂着嘴，脸憋得通红，不敢让自己哭出声。我讨厌她，讨厌她哭，讨厌她手脚不协调，讨厌她什么都学不会。因为她哭，我要挨罚；她摔倒，我要挨罚；她学不会，我也要挨罚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现她好像也不是那么讨人厌的呢？大概是从她要求学棋，学围棋，在宋家，他们给的你要欣然接受，但你不能要。宋娇说：妈妈，我想学围棋。林叔皱着眉看她，目光格外冷漠。娇娇，这妈妈可要批评你了，怎么想一出是一出？学下棋，给你报的英语课有进步吗？你这孩子，怎么总在浪费爸爸妈妈的钱？那一刻，宋娇是退缩了的，可她却咬了咬唇，将棋球对象转向了宋远山。爸爸，我可以学围棋吗？林叔彻底冷下脸。
娇娇，好了，孩子想学就学，多大点事儿。宋远山的一句话拍了板，但真正落实还是要看林叔。林叔冷了宋娇一周，宋娇就像只小狗，凑到林叔面前，软软的叫妈妈，说妈妈喝水，妈妈我给你捶背。到最后林叔叹了口气，哎，你这孩子就是嘴甜贴心，妈妈哪忍心真对你生气。学围棋是吧？没问题，娇娇想学我们就学。我没问过宋娇为什么一定要学这样，但我很喜欢。我陪她下棋，陪她打棋谱，那是从小到大。每当我紧张、崩溃、喘不上气的时候，能迅速让我稳定下来的方式，宋恒做得很绝。他不仅用雷霆手段搞垮了宋家的公司，还把宋远山送了进去。那一天宋远山目眦欲裂，几个人都差点拉不住。他嘶吼着，我就应该杀了你，你一出生我就应该杀了你。宋恒灌下去一口酒，我很恨他，现在依旧恨他，没有减少半分。你的实验无用，怎么能不恨呢？他妈供着宋远山读大学，当服务生，当洗碗工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做。可宋远山遇到林叔后，却很快的移情别恋了。他怕宋恒的母亲纠缠，也怕宋恒的母亲影响他的形象。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受害者，说宋恒的母亲勾引他的朋友。一个女人的清白，如果有心人非要诋毁，他百口莫辩。她差点跳河，可她怀孕了，她撑着活下来，把她的孩子抚养到8岁。可她身体积弊已久，沉阿难返，她只能把宋恒托付给宋远山。而宋恒，即使母亲不说，在左邻右舍的闲言碎语里，在别人的唾沫星子里，他也早就明白了一切。如何不恨呢？至于我，对我有用吗？好像也用处不大，因为我依旧害怕林叔。当他站在我面前，面目狰狞地质问我到底做了什么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心里发颤、发堵、喘不上气。那似乎已经成了烙印在骨子里的畏惧，但我还是走了上去，紧握着拳头，淡淡地对他说：“我会赡养你，前提是你不招惹我，否则你将一无所有。”他嘴唇颤抖，瞳孔都在震动。第一次，他的眼中出现了恐惧，一下子，我的心绪就平复了。于是我对宋恒说，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，至少我开心了。宋恒冷哼了一声，把酒推到我面前，敬合作。他不喝。秦轩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，自从领完离婚证，我已经有好多天没有见过他了。晨光制药，他依旧占有股份，但他一次也没再去过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此时，他沉着脸，胳膊撑在我和宋恒之间，端起酒，一口灌了下去。再次重负，他不喝。宋恒哼笑一声，舌头抵了抵腮帮子，身体后仰，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离他远点儿，否则你这身高定西装恐怕就要报废了。这话激得秦轩气场大开，直接握紧了拳头。我有些头疼，抬手按住他。别闹，他是宋恒。秦轩顿住，盯着宋恒，脸色黑沉的吓人。宋恒挑挑眉，站起身，将最后一口酒一饮而尽。看来你是不需要我。行了，走了。他走得潇洒，独留我和秦轩面面相觑。你带司机了吗？没有。叫代驾，让江西来接你。叫他干石磨。我恍然，对，她怀孕了，不合适。那不用你管。最后4个字，秦轩说的咬牙切齿，抬脚往外走，头也不回。又生气了。怀孕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我从未如此具体地感受过生命力这个词。它不再是一个书本上的概念，
而是我身体里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努力长大的小人儿。它寄居在我的体内，遵循着古老的基因蓝图，自顾自的建设。它的存在，一次次地提醒我，在我的心跳之外，正同步孕育着另一个全新的节拍。这种奇妙的连结，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脆弱和强大。我好好的工作，也好好的照顾着自己。他大概是个很乖的孩子，没有让我孕吐，没有让我厌食。我甚至还长胖了2斤。孕16周，我预约了时间去医院做产检。出门的时候却发现秦轩的车已经停在了院子里。这段时间我们的联系很少，多数都是因为工作。他有些消沉，不知道经历了什么。见我出来，他揉了揉眉心，哑着声音说：“我送你去，不用急着拒绝。我总归是孩子的爸爸，我也不会跟你争夺抚养权，只是你一个人，我不放心。”我没动，淡淡地看着秦轩，他只是我的孩子，你只是我公司的大股东，我不需要你的照顾。你越界了。秦轩呼吸一滞，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秦轩，你应该明白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是从属于2个不同家庭的人了。不是。秦轩低吼，我没有出轨，江西没有怀孕，我们可以继续是一家人，我们还有孩子。我们……秦轩的话戛然而止，他荒唐一笑，你不在乎，对吧？那么明显，到处都是漏洞。你那么聪明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只是你根本不在乎，对吧？秦轩的话让我有些懵。我知道什么？江西没有怀孕，我知道，不过我很快就理清了思路。虽然我不知晓秦轩欺骗我的初衷，但我明白，我们可以是默契的合作伙伴，但绝对不是合适的伴侣。我和秦轩曾经吵过一次非常大的架。那一天他喝醉了酒，给我打了1个小时的电话，手机锁在柜子里，我没有听到。等我到家已经是凌晨4点，他关着灯坐在客厅里。我问他怎么还没睡，就这一句话，他砸了客厅里所有的东西，同时停了我的职。他需要一个太太，一个相夫教子，操持家里，让他无论多晚回家都能在家等他的太太。可我们说好了的，4年前我拿着自己的简历找到他，我告诉他，我可以给他创造的价值，但我需要他妻子的身份从宋家脱离。他答应了。我们是夫妻，但更是合作伙伴。我们迟早是要离婚的。如果你有需求，现在也行。秦轩看着我，你喜欢过我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什么叫喜欢。我喜欢他的样貌，喜欢他的身材，喜欢和他上床，喜欢他提供给我的工作环境，但我并不想跟他长相厮守，太费时间了。秦轩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点点头，按压住酸胀的眼皮，轻声说，挺好，反正我也没有多喜欢你。车窗缓缓升起，秦轩扬长而去。孕19周，孩子一切正常，他现在已经有一个苹果那么大了。宋娇从国外赶了回来，说要陪我一段时间，但他每天除了睡就是吃，还非要让我拿这个苹果放在肚子旁给他拍照。我曾路过一个酒庄，见到了一瓶08年的红酒。08年，我8岁。如果那时候我存了一瓶酒，到现在就成了陈酿，但我没有存，所以现在就没有。过去，回不去。如果当下不做，未来就做不了了。他一边修图一边说着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你有多久没做体检了？什么意思？你是得了绝症？你是在咒我？行，很好，我想多了。后来我还现过江西，起因是宋娇半夜 City Walk， 偶遇了一个超酷超美的女 DJ， 就拍了下来。
还分享给我。我一看，是江西。后来宋娇再一次过去凑热闹，喝醉了，我冷着脸过去接她，却发现陪着她的人是江西。难怪刚才电话里的那个声音莫名的熟悉。好久不见。江西点了点头，管着点儿。一个女孩在这个地方喝醉酒，多的是捡尸的。谢谢。走了。那个，江西。我叫住她，指了指宋娇，能帮我一把吗？扶不动。江西皱了皱眉，看看宋娇又看看我，目光又转移到我的肚子上。下一秒他走过来，单手操起宋娇。车在哪儿？宋娇是个讨债的，不仅吐在了车上，还吐了江西一身。那一刻，江西大概掐死他的心都有了。到了家，也不用我邀请，他直接冲了进去。一个早洗了半个小时，等到他出来，我已经醒好了酒。要不要喝一杯？你，给你准备的。我喝奶。江西不是扭捏的人，盘腿坐在了地毯上。我醒好的酒他喝了一半，微醺，开口便说：你们全家都是疯子。关于这一点我从来不否认。江西却哼笑一声，喃喃道：可谁又不是呢？这世上有几个正常人？你醉了。他摇摇头，我醉了很多年，但现在是清醒的。他问我，你为什么要离婚？我想了想，因为我不需要婚姻。那你为什么结婚？因为我需要婚姻。江西皱着眉，一副你在逗我吗的表情。我笑了笑，曾经的我需要婚姻做媒介，但我不会永远待在婚姻里，所以婚姻于我而言只是一个策略性条件，不是必需品。江西一下子沉默了，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喝掉。我应该已经知道我没有怀孕，但你不知道，我和秦轩差一点就上了床。我们拥抱、接吻，扯掉了彼此的衣服，临门一脚。他后悔了，那时候他才告诉我，他结婚了。江西听完，气急败坏就要走，却被秦轩叫住：给你10万，陪我演场戏，做吗？江西微微后靠，看着窗外。我问过他为什么，他告诉我，他想离婚了，但他想知道他的妻子想不想离婚。江西哼笑，你说他是不是有病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，大概是因为我很欣赏你的选择，请坚持。这一夜江西睡在了客房，等我起床，客房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包括昨晚产生的垃圾都被他一并带走了。他大概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吧。后来我的孩子已经可以满地跑了，江西来我家的频率也越来越高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那时候他才告诉我，当秦轩提出让他假怀孕的时候，他差点抱起揍秦轩一毒，因为他这一辈子大概是怀不了孕了。他曾被一个渣男祸害了3年，那男人游手好闲，靠江西养着，却嫌弃江西出入夜店。有一次，他们吵了半个月的架，江西发现自己怀孕了，男人嗤之以鼻，怎么证明是我的？那时候太年轻，年轻气盛，肆无忌惮，到什么程度呢？江西当着男人的面割腕，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又打掉孩子，让男人后悔。但其实这些对那个男人没有任何影响。后来，没过多久，江西再次怀孕，她跟男人说：我们结婚吧。男人不耐烦：结婚？拿什么结？又生不起，留着干嘛？打了。江西第2次流产，她躺在冰冷的床上，一口热饭都没有，男人却拿着最后的钱出去潇洒了。后来是第3次，江西下定决心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可男人推了她一把，孩子没了。即使到了这个程度，江西也没有离开男人，是男人抛弃了她。为什么呢？18岁，
我出来打工，被传销骗了，我销声匿迹1年，我爸妈没有发现，是他把我救了出去。除了他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以为离开他我是活不了的，可其实，我不过踉跄了2步，很快就站稳了。江西变了很多，时常会笑，不再那样暮气沉沉，生无可恋。他还学会了编手绳，上面串了个小金马，送给了角角，祝他平安喜乐，岁岁年年。我生产的那天是15月圆，从发作到顺利产下孩子，不过小半天的时间。7点40，月儿高挂，角角发出了他的第1声啼哭。角角这个乳名是宋娇取的，说角角、娇娇，特别配。他笨拙地抱着孩子，眼睛就没有从他身上挪开过。我们角角可真漂亮，我出生的时候有她这么好看吗？这话问的，我也就比你大3岁。宋娇撇嘴，大30岁你也不会多看我一眼，你那时候可讨厌我了。这句话他随口一说，可说完我们都沉默了。小时候我对于宋娇的感情，不能完全概括为讨厌，我确实讨厌过她，也害怕、恐惧过她。可在她一次次试图靠近我，用她笨拙的方式对我好的时候，我又不受控制地对她心软。到现在，纵观林叔亏待我的一生，他唯一做过的好事大概就是把宋娇留给了我。我知道宋娇有去看过他，他问过我每个月给林叔多少，我说800。宋娇瞪大了眼睛，他可能接受不了，也不知道林叔拿着800该怎么活。不过宋恒却是明白的，他说我很缺德，用800侮辱林叔。不过他养你，保证你活着，你养他，保证他不死，挺公平。至于宋娇，他是接济林叔，还是不管林叔，那是他的课题，他也需要解决这么多年林叔对他的影响。他问我，希望角角将来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想了想，健康、平顺，就这，不要求他金榜题名、功成名就。我抱着角角，刮着他软软的小脸，如果他有这个能力，可以光芒万丈；如果不行，当个小废物，快快乐乐的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这句话，宋妍说得很平淡，宋娇却正在原地，莫名的鼻酸，莫名的嘴角下瘪，眼泪莫名的要往下流。她慌忙背过身去，她叫宋娇，家里千娇百宠的宝贝。她有一个姐姐，叫宋妍，一个本应该光芒万丈，却莫名蒙了尘的美玉。有人问过林叔，明明妍妍更优秀，怎么你反而偏疼娇娇？那时候宋娇8岁，宋妍11岁。林叔还能偶尔意识到自己的过分，但他控制不住，我也没办法。大概天生不合眼缘，看见他就烦，而且他也确实跟我不亲，养不熟啊。怪不得我不像娇娇，又黏我，嘴又甜，还听话，虽然傻乎乎的，但可让人心疼了。8岁的宋娇不明白话里的意思，只当自己讨喜。后来她长大了，听到过一个分析，有些大人希望他们生的孩子像人一样聪明，像狗一样听话。那一刻，宋娇痛哭流涕。是啊，狗，从小到大，它多像一只摇尾乞怜后被娇养的宠物狗啊。宋娇很喜欢宋妍，但她知道宋妍不喜欢她。宋妍不喜欢她太正常了。记得小时候他们一起去乡下玩，四体不勤的宋娇沿着田埂走，却一个不小心摔到了田里，满身的泥鱼。她害怕极了，怕父母的冷脸和嫌弃，而她更怕的是跟着她的宋妍会挨打。空洞的房间，敞开的大门，宋妍跪在那儿，她身前是微微的光亮，她身后是要吃人的黑暗。
这是宋娇对那一天的全部记忆。后来宋妍是否挨了打，又跪了多久，他在哪儿，又在干什么，宋娇毫无印象，就像失忆了一样。他喜欢宋妍，宋妍聪明，成绩好，画画好，会跳舞，还会弹钢琴。说出宋妍是他姐姐，是一件让他特别骄傲的事情。但这一切他都不敢让林叔知道。他会在林叔罚宋妍饿肚子的时候，偷偷往他房间里塞零食，也会在林叔忘记给宋妍生活费的时候，把自己的钱分出一大半塞进宋妍的书包。宋妍喜欢下棋，书本下塞着一本棋谱，他经常看。宋娇开心极了，他一定要让宋妍去学下棋。宋娇很笨，也很胆小，因为没有给宋娇辅导作业，林叔撕了宋妍的试卷，宋娇没办法替宋妍说一句好话，只会抽噎着把试卷粘贴好。他只希望宋妍对他的讨厌能不能少一点，少一点就行。他们跌跌撞撞地长大。宋妍想学医，宋娇挽着林叔的胳膊，妈妈，你说我们家要是有个医生该多好。宋妍要脱离宋家，宋娇觉得自己的未婚夫就不错，那么好的家世，她逃了，宋妍肯定能顶上去。被圈养的小狗拼命咬断拴着她的绳子，逃了出去。可直到逃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她才猛然醒悟，她的脖子上并没有绳子。4年的流浪，宋娇去了很多地方。当她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她才发现曾经困住她的东西不过如此。于是当宋妍要离婚，她才返回的那样果断轻松。她没有特别恨林叔和宋远山，至少不像宋妍和宋恒那样，至少她已经是这些孩子里面得到的最多的了。她还是会照顾林叔，更会照顾宋妍和角角。她要把所有的爱都给角角，让那个小女孩成长为真正的明月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